款的话没有什么肉味，然后也不干柴，蛮多汁的，这个蛮推荐的哦。它的粉裹的有点厚，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过油，有点烤太久。虽然它的颜色是一点橘色的，帮大家试试看看跟台湾的咸酥鸡有什么差别。炸鸡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薄，肉比我想象的还厚。这个起司味极像那种饼干啊，是习惯台湾味的话，可能会比较习惯烤肉酱，蛮好吃的，咬下去很多汁，而且很厚，它的肉非常有弹性。那这一集我们帮大家开箱一下便利商店多种的烤箱食品，就是它有放一个小柜子的烤箱，它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什么东西好吃不是可以吃，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比较雷的，那我们就帮大家开箱一下。因为其实便利商店就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其实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属于比较小资族的。那到日本的话，其实我真的80%的时间都是吃便利商店的，就是大概只剩1-20%是普通餐厅，因为便利商店真的太方便。那我去的地方也比较多，都是一些小乡镇。先帮大家开箱一下，第一个这是全家买的，是它的鸡肉丸子，这是全家的鸡肉丸子，可以看一下它的鸡肉丸子是这样，把它试看看。这个全家鸡肉丸子，我觉得它的鸡肉丸子面粉有点太多了，鸡肉味道偏少非常多，所以其实如果你要买全家鸡肉丸子，我觉得台湾的类似的鸡肉丸比日本全家便利商店的鸡肉丸好吃很多，它没有吃到太多肉感，那肉感嘛就是咬下去会有那种肉的弹性、肉的纤维的感觉，都是比较多是面粉感比较重，但鸡肉味也是我也只是觉得普普而已。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避开。再来是全家的，应该是鸡胸肉，它的鸡胸肉一条，这是鸡胸肉，不是鸡腿。那我会帮大家吃看看，很多人减脂的人很喜欢吃鸡胸肉。它有点像鸡柳条，这个我觉得就还不错，不会太油腻，也没有什么油耗味。虽然它蛮大条的，它有这么大条，那刚被我吃了一口，还有这么大条，它没有太多的肉味，因为有时候像这种非鸡腿肉的部分，有时候会有点太干柴，或者肉味很重。那这一款的话，没有什么肉味，然后也不干柴，蛮多汁的，这个蛮推荐的哦。这有点像鸡胸肉的鸡柳条，帮大家开箱的是全家的这个五谷鸡腿排，这个的话应该就不会很雷吧，就感觉就是蛮好吃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五谷鸡腿排，对，我是选没辣的，那它有分有辣的跟没辣的，帮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肉很好吃，很嫩，有很多汁，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它的粉裹的有点厚，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过油。前面的类似鸡胸肉的鸡柳条，它比较清爽，但这个比较偏油比较多一点，对，所以如果你怕太油的话，你可以选择前面那一款，但是这一款的鸡胸肉的肉汁会比前面那一款还再多蛮多的。对，就是以嫩度跟以多汁的话，这个比较好。那以稍微比较清淡，没有那么油的话，前面那款比较好。但第一款的鸡肉丸直接可以避雷，不要买，我觉得那个有点雷。这个是 New Days 的披萨起司炸鸡，也是他们的烤箱食品。这是披萨起司炸鸡，但它上面有层厚的起司，但听说里面的寿司是酱料是披萨味的，我们来试试看看披萨起司炸鸡。它是这样，就是它上面有一层很像焗烤的东西，那个不像起司，比较像焗烤的东西。然后他说披萨起司炸鸡有很多的披萨相关的寿司酱料，但是我觉得吃起来没有什么披萨酱的味道。那鸡肉稍微比较咬不烂的感觉，就是有点烤太久。虽然它的颜色是一点橘色的，但是我觉得全家的炸鸡会稍微比较好吃一点。对，它加分就是上面那一层焗烤有一个非常香的焗烤香味，但是我觉得整体的鸡肉是全家的稍微比较好吃。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草津温泉旁边、烟田旁边帮大家开箱2样 Seven 的烤箱食品。第一个是这个它的烤鸡肉串，帮大家试试看看跟台湾的咸酥鸡有什么差别。这个以一串100多来讲，其实 CP 值算高。它不像台湾的咸酥鸡，像日式的唐扬鸡肉串，对，它其实可能就是唐扬鸡肉串了。我刚刚没仔细看，
它的名字，只是它有附这个酱料，看你需不需要加。但我是不加酱料那一派的啦，那还不错。那肉其实蛮多汁的，那也外皮也炸得蛮脆的，不会太老，不会太油。其实整体来讲，这个烤鸡肉串我觉得蛮棒的。再来第二个是猪肉香肠，还不错。整体的热狗或是香肠啊都可以，它是脆的，它整体是脆的，不会说是太不扎实那种，然后可以咬到一些肉的纤维。那整体味道的话，就是比较偏热狗的那种加工食品的味道，但不会太化学。虽然整只热狗都是化学，整体的肉的弹性是蛮有弹性，蛮扎实的，味道也不错，但分量也不算小只，这个也不错，也不雷，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接下来要帮大家开箱的是 Lawson 买的烤鱿鱼，它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烤鱿鱼，它是这样子，蛮大的，它的话是205块。那烤鱿鱼炸衣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薄，肉比我想象的还厚。一开始以为炸衣会很厚，就其实炸衣没有很厚，是肉蛮厚的，但整体味道还算新鲜，不会说有点就是所谓的臭臭逼或干嘛的，就还不错。再来是 Lawson 很有名的小鸡块，但我这一次买的是cheese口味的。它其实今年我看它出蛮多口味，还有什么酱油口味的啊，什么之类的。那原味的、辣味的就是基本款。但这个是cheese口味的，可以帮大家看一下。cheese口味的我以前没有吃过，我以前只有吃过原味的而已。但cheese口味的它比较橘一点，它是比较橘一点，然后外盒是一个cheese的跟鸡块的图案，比较橘一点。cheese口味蛮特别的，吃起来真的很浓。cheese口味有点像是有一种饼干，包装有一只爆的那个饼干味道，忘记那个饼干叫什么。反正这个cheese味极像那种饼干啊，到时候我再后置那个图片那个饼干给大家看。但整体大家如果吃会知道，其实它鸡肉其实也算是扎实，只是我这一盒它的炸衣稍微比较厚一点，那这个味道蛮特别的，大家可以尝鲜看看。接下来我们是到全家买的鸡肉串，一个是原味鸡肉串，一个是酱油鸡肉串。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这个是酱油鸡肉串，试看看。这个酱油鸡肉串，鸡肉略显干柴一点点，它的酱油味是蛮香的，但是如果你吃习惯台湾味的话，可能会比较习惯烤肉酱。但这个是酱油味，我觉得稍微不习惯，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喜欢。那我觉得鸡肉稍微有点太柴，那这个另外是盐味。盐味我觉得反而比酱油的更好吃。盐味的话，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寿喜烧的酱，就是它盐味比较吃得出它鸡肉原本的原味，所以我觉得盐味的会比酱油的来得更好一点，表现更出色一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盐味的觉得它的鸡肉稍微比较嫩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开箱，接下来是 Lawson 的，第一个是它的薯饼。它的薯饼不知道跟台湾早餐店的薯饼有什么不一样？它的薯饼 ，Lawson 买的烤箱食品薯饼，我觉得这个薯饼啊，比台湾早餐店的薯饼还要不好吃很多片没有不够多汁，可能油加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它里面有点太干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买这个薯饼的话，倒没有特别推荐。虽然它不会很小块，但是我觉得它太干了，它太干柴了。接下来的话是这个很像是海鲜类的一个炸饼，我帮大家吃看看。这个一个海鲜类的炸饼，不是这个是，这是炸猪肉块，其实蛮好吃的，有点像炸火腿块还是炸猪肉块，蛮好吃的，咬下去很多汁，而且很厚，它的肉非常有弹性。而且它的炸衣没有很厚，所以虽然它看起来比较黑一点，但是它吃起来不油，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这个算是炸猪肉块，我觉得还不错，也是 Lawson 买的，它非常厚，而且里面非常非常多汁。你像火腿或是猪肉块，这个话就蛮推荐给大家的。再来是 Lawson 的大热狗，对，Lawson 大热狗跟台湾有一些路边卖的大热狗那种8台车卖的有点像，那我也帮大家试试看看。我这边跟着一下是炸的小热狗，它里面是一只比较小的一点的热狗，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小条的，比便利商店还要再小一半的那种热狗。这个话呢，没什么特别，就跟台湾的
路边发财车卖的炸热狗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然后 size 更小，然后它的形状就是上粗下细这样子而已，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略过，帮大家避雷一下哦。最后这个是 Lawson 卖的炸鸡腿，对，那也帮大家试试看。对，炸鸡腿应该不太可能多雷啦，或是多就是有什么差别，这是炸鸡腿。对，应该我觉得会跟台湾差不多。那虽然炸鸡腿不会有太多差异，但是其实它里面的鸡肉极为软嫩，超级软嫩的，其实很少，就算是在台湾也很少吃到这么软嫩的鸡腿。但你如果喜欢吃比较有弹性的鸡腿的话，你可能会不喜欢这一类的。但是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鸡肉非常软嫩，有点像鸡汤炖的很软嫩的炸鸡腿的话，蛮特别的。因为在台湾比较少吃到炸鸡腿是里面的肉像是鸡汤炖的很软嫩的感觉，这个比较像是就是很软嫩鸡汤炖完的鸡腿，然后再炸过的感觉是比较少遇过的。那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哎，外皮的炸衣也不会到很油，这个我就蛮推荐的。是我一开始刚刚在吃之前都以为它跟一般的炸鸡腿差不多，吃完以后就觉得蛮特别的。那这个可以考虑看看，可以推荐给大家。